各位朋友，郑丽文从美国回去以后，恐怕是受了些许的刺激。他在接受王浅秋的采访的时候，让中国大陆对他抱有幻想的这一批统派全都死心了。郑丽文谈到说，统一太远不是他能考虑的，他自己待几天还不一定呢。说这个美国呀是两岸统一的关键，两岸统一不妨考虑用欧盟模式，而且呢还是要尊重2300万岛上人民的意愿的。好吧，我们看看他具体说了些什么，这回该死心了。针对报道这次他被连降3级，郑丽文在18日的节目中再次否认，说远远超出我的预期，效果比我原来的预期要好太多了。有关被冷遇，就看他原本的预期是什么。我原本就没有期待对方用破天荒的规格来欢迎我所以我觉得这一切都很正常啊。我也没对外说他们见到我很高兴啊，怎么样啊，我从来没有这不切实际的期待，并没有给我任何特殊的待遇，一切都很正常。言下之意就是说在美国遇到了冷遇，是吧？好吧，这是还说了美国的角色非常重要，我必须让美国的专家跟朋友知道，接下来这个和平的路径美国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对了，两岸得听美国的。很多人问我最终的安排是什么，现在都快要打仗了，你还问我这么一个遥远的事情，现在如何去建立一个永续的和平的架构呢？这个我能够做到的话，我已经很了不起了。你问我有了这个架构最终的安排是什么，我哪能回答得了是吧？那个马英九8年政党一轮替，全都化为乌有，现在是兵凶战危，是吧？那个这个完全不是我思考的重点，我在打的是地基，我想建构这些框架。其实他对自己的任期没有啥信心，知道吧？还有一个说两岸和平框架必须要符合两岸人民的意愿，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台湾2300万人的意愿必须得被尊重。还是那句话，高志凯先生灵魂之问呢。当年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美国北方尊重南方人民的蓄奴的意愿了吗？统一的时候，这些都是细枝末节郑丽文抓不住重点。欧盟模式不是把欧盟整个架构复制到两岸来，不是这个意思我再谈一个大家比较务实的，我说实在的，大家谈论两岸的做法，它真正没有办法做到的这个我比所有人都务实。大家想想看，二战后欧洲那些国家的分歧仇恨非常严重，是不亚于两岸的，对吧？但是一战以后，为了满足欧洲的需要他们把欧盟组建起来了，一步步发展起来的是一步步一个美好的愿景是走出来的，未来两岸也是如此。你等会儿吧，那恐怕那中国的那些统派的网友估计目瞪口呆欧盟你这比那个邦联还毒好歹那个邦联它是一个国家联邦制嘛，对吧？你这可倒好，欧盟是一个松散的经济共同体那合着是台湾是一个国家，对吗？两国结盟，对吗？我觉得中国的那些寄望于郑丽文的那些统派们
梦境都醒了吧，滤镜碎了一地了吧，这也好，这非常好。2028年国民党拿回政权，你怎么处理两岸问题？你的终局结论会是什么？你的选择会是什么？讲了4个字：欧盟模式。那整体上来看呢，你认为他在马上就要年底的选举了，接下来往2028前进了，这一趟想要在美中平衡论述的成果，你觉得是成功的吗？非常成功。我就讲他作为一个 advocate 就是说他是一个理念的一个传播者、跟主张者、跟说服者这叫 advocate 那他做得非常成功，他不可能一蹴可及。我刚才说根本的有跟美国的对台两岸政策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啦。那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我认为郑丽文的思考深度超越现在台湾所有政治人物，因为人家问他 What is your end game？ 所以意思就是说什么？你最后你要怎么跟中国大陆？他说好了，2028年国民党拿回政权，你怎么处理两岸问题？你的终局结论会是什么？你的选择会是什么？郑丽文讲了4个字：欧盟模式。欧盟模式我礼拜天另外一个节目叫我们解释什么叫欧盟模式。因为我跟欧盟也打过4年半的交道，我在 Brussels 待过4年半，天天跟欧盟交往。然后我那时候一度想退下来走入学术界去研究欧盟整合，后来阴错阳差没办法，我还是留在行政部，我还是做公务员了。我告诉你，欧盟模式代表什么？我只用了5个字来形容。郑丽文不会说，那个芥末荣讲的对，我跟你讲，代表5个字，叫渐进式统一。这个已经是郑丽文已经敢讲到这种程度。台湾哪个政治人物敢提出来？我问你，都在那边打模糊仗，只有独派敢一天到晚讲。现在独派现在也不独啦，都是怎么样低着头猫搞自己的政治利益跟经济利益。从台湾政治都讲，只有郑丽文讲了一句话：欧盟模式每一个国家仍然独立自主所有的制度，但是在经济还有一些跨国之间的这个贸易的部分是一致的而已。有人就质疑说欧盟模式很难，对不对？我跟你讲，那天帅化明将军真有智慧讲一句话，我觉得他真的很难。他说欧盟是比较难，因为它有20几个会员，各自的名字各自的国民制度他基本上没有讲到，就是说，可是这个问题就变成就是说，那你就回过头来，你今天变成在台湾这个，你国民党是创始的政党，他没有一下就把你做掉可是他也没有去强调这个问题因为欧盟是怎么样？它是一个主权融合跟裂解的过程。你的主权管辖事项，然后其实欧盟是怎么样？欧盟是不拆解下层，它是建构上层。我在这个就是说，主权的观念是欧洲人来的，所以玩主权观念玩的最高明的就是欧洲人。因为为什么你知道？你去欧洲的机构，因为我在 Brussels 待了很久，我每去到欧洲机构，布鲁塞尔的或者比利时的政府机构，看，奇怪，挂了4面旗子、5面旗子，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挂这么多旗子。欧盟旗、比利时国旗，这个布尔塞尔区的区旗，然后还有它历史留下的旗子，5个旗子挂在那边。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它都不让你互相的否定，让你同时存在。那欧盟是不让你，它这个既有结构它不拆的，就跟你去欧洲的城市，它的那个房子不让你拆的，当然，里面可以改，还要报准。台面上所有的都是18世纪、19世纪、17世纪的房子，你去那个 Brussels 的那个大广场，上面的房子都写1683、1765、1835，它那个牌面不一样，可是里面你可以改，这就是欧盟整合的样。它基本上它的架构，什么叫什么？也有人讲大屋顶或者什么，其实它在你上面盖一个建筑，把你结合起来，然后让你内部完全，这就是融合。
所以这个概念大陆是不接受的啊。台湾有很多说不可能，这个是主权概念，没有，它是一个主权拆解融合的概念。然后呢，欧盟模式的货币是统一的哦，没有，它是通行，没有，它是自愿加入，它没有，它所有东西都自愿加入，是，它都没有强制性，然后呢，这个盖一个大架构，这架构叫什么名字都在改，一开始叫什么煤钢共同体，后来叫什么欧洲 European Community， 对不对？那 European Community， 然后有什么欧洲共同体嘛，后来就是什么 European Union， 欧洲联盟，下一个叫什么欧洲国，马斯垂克成立了 European Union， 对吧？条约，这是上层结构不断用条约方式把它结在一起，最后就变成就是欧盟开始的所有的 founding father， 不管是那个叫有好几个，有法国人有德国人哈，那个哈莫内哈这几个。他们一开始提出来的整合的名字叫什么？你知道？就 United States of Europe 啊，可是他失败了，因为他触碰到主权那个观念，就他就用什么？这个叫政治学叫什么 ？piecemeal policy， 就 piecemeal 是什么？小口吃，不是一大口吃掉，小口吃。那这个符合谁的眼？符合人民的利益，人民是希望稳定。未来操我在手里面，然后呢有一个同意的过程，所以它是一个 ever就是说它是一个永远在进行的一个谈判，统一的谈判，一个动态的啦。它是一个动态的，所以郑丽文敢讲，有所主张，这是所有国民党的前所未见的。那能不能有的讨论，能不能接受？对，那他就不断的 advocate， 他今天就敢跟你去谈，然后敢跟你去怎么样辩论，然后这才是政治人物。那民进党说实话，现在每天变成什么？抱着民主牌，我看他们当时天天的，我当做什么？当做什么蛇蝎猛兽啊？他们就是要推翻到最后推翻什么？推翻了台独。是我们先进一下广告，休息一下回来。现在看来啊，2028大家都不要指望郑丽文了，他本身也没有那个能力去代表国民党出来选，他自己现在可能也清楚这一点，尤其是美国执行这一趟以后，是吧？那也好，大陆应该放弃所有的幻想了，按照既定的国家统一的路线图来吧。点个订阅吧，咱们下期再聊。